这一口吃下去真的爆炸了，太爽了！哇，这个搅拌要爆炸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，中国澳门唯一一家米其林2星日本料理。今天带大家来试试看。虽然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省也都有米其林日料，但是要论用餐的满足感，那我个人觉得这家是吃的最爽的了。主厨藤川英树来自日本北海道名店，是一位对料理非常有想法的师傅，总是可以运用各种海鲜鱼货，给予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那这是我们今天 omakase 的前菜，一会吃的话可以从你左手边吃到右边。这个是日式的茶碗蒸，第二个是日本的蚕豆，搭配一点京都的豆腐蓉，第三个是来自三型县的白虾，师傅酥炸过，撒了一点盐。试一下这个茶碗蒸。酸度还挺高的，不过凉凉的茶碗蒸好像比较少见。确实，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夏天嘛，对，是一般都是出热的，对，太热了，换了一个凉的方式，非常开胃，里面还是有一些虎皮。对，这是一个豆子，蚕豆。OK， 放了一点豆腐，浓郁的豆味。虾，这个虾很香，特别香。不用撒盐了，可以的。好吃吗？有多好吃？螺我最喜欢的，先喝口汁。这个螺不大，但是很鲜美。前菜吃完，上了一款果香风味明显的清酒，搭配接下来的刺身极好。这是我们omakase师傅老板的第一道刺身，今天用的这个是薄切过的右口鱼，搭配北海道的马粪海胆，然后一点黑松露，师傅也放了一点松露油。吃的话可以先放一点芥末到中间卷起来，再搭配我们的酸汁，酸汁它里面有葱花和松露油。黑松露放在鱼里面还挺少见的。这黑松露太香了，海胆好甜好甜。第二道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鲍鱼，鲍鱼的话呢，你可以试看我们的这个鲍鱼干酱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搭配一起吃，或者是点一点海盐也行。吃完了鲍鱼之后，可以试看我们这个解雷，这个是我们在煮鲍鱼当中做出来的高汤，师傅再弄成解雷，让你清理味蕾。好，先把油。最爱吃的鲍鱼，先吃一口原味的。软糯，甘甜。现在沾点爆干酱试一下，它这爆干酱里面加了点海胆的味道，还挺特别的，不是那么的香甜，但是有点海胆的鲜味在里面。那下一道这个是来自鹿儿岛的煎鱼，那刚才你有看到我们是烟熏过的，我们用的是日本的樱花木来烟熏，上面的话配了一点点的葱花、姜蓉，那吃的话可以搭配这两个，再点一点酱油来吃就好。我还没吃过2次烟熏，一般都是烟熏一次，这个吃之前又熏了一下。熏了2次的区别就是有熏进去，真的是非常熏。什么是海中至味？当然是现杀的活北极贝。点点酱油先吃一下，稍微烤了一下，用酱油渍了一下。Oh my god！ 优秀的食材往往需要适当的烹饪，这道北极贝的脆嫩口感和极致鲜甜被激发的淋漓尽致，好香啊！这个火烤的香味，吃到后面全是甜味，太甜了，不 juicy， 但是比 juicy 的感觉还好。吃到后面真的就是哇，那个满满的鲜甜味。我也喜欢吃新鲜自炒的，就跟那种外面吃熟的那些是两回事，两码事，完全两回事。嚼到后面越嚼越香，越嚼越甜，而且那种甜是很有深度的。非常好，新鲜现开的番荔扇贝，非常漂亮的金枪鱼，光看颜色就能感受到的顶级鱼货。师傅选取大腹和翅身，分别切成肉丝状，再加入可拔丝的番荔贝和软嫩的甜虾，最后铺上迷人的海胆和鱼子酱。这道用料丰富、精彩纷呈的料理，大家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觉得叫鱼香肉丝不错。这一口吃下去真的爆炸了，太爽了！哇，这个搅拌要爆炸了 ！Oh my god， 好吃到爆炸！极其丰富的口感和滋味，这是一场顶级海鲜大聚会，没有人能抵挡住这美味。好粗暴，好好吃。搅拌的时候，那个麦香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跟鲜甜。没有，这个麦香也非常好，很好吃，也非常好，太漂亮了。这就是
所有大海的精华搅和在一起。我再吃一口纯的，等一下用紫菜包一下。哇，这个太罪恶了。包了一个超大的，我刚刚把这些非常优秀的海鲜食材做了一个卷，sushi master。夹的紫菜吃就更悠长了，更耐吃。这个没有米饭，全是海鲜食材的手卷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非常大只的红毛蟹，来自北海道，也是现蒸现拆。那我们今天会有2种吃法，它的腿的部分的话是可以直接递给，直接这样吃。OK， 这个的话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这太漂亮了，啥都不蘸，直接吃。刚蒸出来热腾腾的最好吃。那肉质太好了，软嫩软嫩。北海道的红毛蟹的身体，加上马粪海胆，还有现炸的紫苏叶，还有一些紫菜做成的红毛蟹海胆汉堡包，来一口，这个也很爽的，很满足了。大家看看我几口能吃完它。哇，这个现炸的这个紫苏好好吃啊，香。给你们看一下里面这个海胆和红毛蟹，非常漂亮，还有一点紫苏叶炸的，听着声音。这个也是藤川师傅的其中一个拿手菜。虽然看似简单，但是整个口感跟鲜甜度特别好。不简单，这位师傅他的创意还是蛮有哈。对，其实看起来其实不简单，这些不好做的这些东西。尤其这个红毛蟹，真的，我们很多时候吃的是俄罗斯的红毛蟹。哇，那个跟这个是差太多了，而且它这个蟹真的大，好大。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这个新鲜的是。它要的毛蟹其实也有一定的要求啊，就是一定要那个克数和那个 size。吃起来的口感还是好。下一道是烤物，这个是盐烤过的太刀鱼。那因为师傅在烤制当中已经撒了盐，然后上面那些是太刀鱼籽。太刀其实就是带鱼，香。咸香浓郁，穿透味的感觉，软嫩度没得说，太软嫩了。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海腥味啊，但是那种让这道菜更加有性格、有印象的那种海腥味，不会不舒服。特别软嫩，里面的肉是那种熟了但没有完全熟，但其实又熟了的感觉，就很爽。姜片切好，开始寿司。それを少し線を切るようでっていうので切ってる、逆に切ってる。它跟着那个鱼的那个纹路，然后再反着切。寿司之前又换了一款纯米大吟酿，这个牌子的旗舰款。其实吃日料为什么要做板前？因为师傅捏寿司的好看程度，并不亚于一场精彩的表演。我也好像没有在包厢里吃过寿司，你们呢？长崎的池鱼王，竹夹中的极品。软嫩鲜香。这位师傅的醋饭特别厉害，它虽然是白色的，看起来没什么颜色，但其实里面的酸味、微微的甜味和香气都非常足够。牛，这个师傅的特别寿司，上面是炙烤过的金枪鱼下巴，下面是生的 otoro。试一下，肯定要爆炸的。这个是烤过的金枪鱼下巴，这个是 otoro。米饭一口。哇，入口即化。它这个 otoro 去筋，然后薄切，太好吃了 ，delicious。我吃过这么多家日料店，我今天第一次吃右口鱼，炙烤过的右口鱼。我之前都是左口鱼，大家都吃过的左口鱼，这个试一下。肥美。非常漂亮的冲绳车虾，也叫做日本对虾。藤川主厨所做的寿司是北海道的流派，风格相对于我们经常吃到的江户前寿司略有不同，调味会相对清淡，更多的是突出海鲜本身的滋味。处理虾身时多余的碎肉也会被师傅剁成细末填入寿司。非常大的吃海老，很漂亮。正常说是要切成一半分挺好吃的，我就2口还是1口呢，看情况吧。Oh my god， 这只对虾值得夸，味道直接且深邃，令人难忘的海味，有点弹，然后很纯粹的虾味。其实这个虾味有点像海草的味道，但是要加上一些鲜香气在里面。肉质真的没有说，微微的弹牙，非常的脆嫩。
马粪海胆打碎，加入米，再加入紫海胆，再加马粪海胆。简单点说，就极品海胆加海胆加海胆，这个真的很爽。它这里面还加了一些黑松露油。太香了！原来海胆跟黑松露这么搭。这个也好吃吗？哇，每一个寿司饭都已经裹上了海胆，特别的绵密。这是完完整整的鲜甜味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确实。关键是它还加松露油，这个太妙了！我以前不知道，原来松露跟海胆会搭。对，太爽了。哇，真好吃，吃的干干净净，甜盘，赤炉手卷。赤炉我好像没吃过，鲈鱼倒吃挺多的，试一下。哇，它鱼味好浓，非常深的鱼味。怎么形容呢？是非常浓郁的咸鲜的感觉，口感有一点点嚼劲，但是非常香。哇，爽！这家日料店的环境非常豪华，你明白吗？这是我吃过最豪华的日料店了，我觉得。金枪鱼泥寿司，上面放点芝麻和紫苏叶，很容易松散，很少见的一款寿司。里面切了点萝卜在里面，脆脆的，入口即化且爽口。最后一个寿司，海鳗，非常肥厚的海鳗，很漂亮，酱油很迷人。wonderful， so beautiful。好啦，这期吃的非常满足的视频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点赞如果能到8万，那就更满足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哇，太爽了！